金腰带属于中国，我会把金腰带留在中国。伊朗特种兵来中国扬言要当拳王，不仅在发布会现场一脸趾高气扬的对中国选手推推搡搡，还不断拍打中国小伙的胸脯，故意挑衅。中国小伙萨利曼并没有过多搭理他。不过在第二天的比赛现场，开局还不到半分钟，萨利曼用摧筋断骨的拳法打得对手肝肠寸断，干断8根肋骨，躺尸擂台。不过就在萨利曼高喊着必须要把金腰带留在中国时，一个大老黑立马站了出来。没错，观众朋友们，他就是眼前来自于乌干达的龙蒙亚乔赛亚。赛前他也是口口声声扬言要让我们中国小伙血债血偿，加倍偿还。这个大老黑来自于乌干达，理论上来讲啊，和伊朗应该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因为他和这个伊朗的特种兵呢在同一个俱乐部训练，他便口口声声扬言他要复仇。他和那个伊朗特种兵啊，那真是狼狈为奸。这两个人啊是来我们中国赚着钱啊，还瞧不起我们。台上欺负我们中国选手，台下欺负我们的中国姑娘。我相信前者大家不会太多计较，而后者很多人啊根本忍不了。看这帮卑鄙的老外践踏和欺辱我们的中国姑娘啊，真的是令人感到愤怒。想一想都觉得恶心，主要是这帮家伙的繁衍能力啊实在是太快了。我们看一看现在的法国，60%以上都是黑人、黑皮肤。所以说，为了预防我们中国呀变成下一个法国，我们看眼前的中国小伙子啊，来自于新疆的萨利曼霸气出山，年纪21岁，也就是20周岁，身高1.70米，臂展1.72米啊，生涯总战绩23战22胜12场 KO。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新生代选手当中的，我个人认为啊最猛的一个，而且他的成长速度呀也非常之快，曾连续4年获得过新疆省的3大锦标赛冠军，以及目前他是昆仑决的拳王。好，这边双方比赛开始，我觉得就冲着萨利曼那一句啊，必须要把金腰带留在中国，我们就可以无条件的去支持他了。小伙很有野性啊，不像现在我们中国有一些人啊，年轻小伙子。这唱唱跳跳的，留着长头发啊，这个肤白貌美的，比女生啊还会打扮啊。像萨利曼这种年轻啊有血性的小伙子不多了。后腿的低扫，再踢，又一个。看萨利曼的比赛，观众朋友们啊要注意，着重看他的腿法啊，他自己呢独创了一种碎骨腿法。顾名思义啊，就是踢断对方的小腿骨啊，主攻对方的小腿。对方的腿很长啊，踢起来也很方便。哎呦，这一下是重心失衡，并不算萨利曼呢把对方踢倒，不过没关系啊。这个大老黑啊，他的泰式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双手的报价呢拿得比较高，这是一个纯泰式的风格。但是你能护得住上面，我们不打呀，我们专踢你的腿。而且这个大老黑啊，本身个子就高啊，重心就不稳，漂亮。现在逐渐已经是有一点效果了，看对方的步伐呢是一跛一跛的。刚刚的换拳啊，萨利曼是有一点点吃亏啊。好，这是一个促踢，用这个前脚掌啊去踢对方的这个肋骨和肚子啊。如果踢准了的话，可以一脚起到必杀的作用。这招在日本的话叫3日月促，在我们中国的话一般叫促踢啊，或者说前踢。好，萨利曼的拳很猛，打得对方抬不起头了。漂亮漂亮，连拳带腿，再见一个低扫腿。这个卢蒙亚乔赛亚在我们中国目前是4战全胜。这一场比赛，我希望萨利曼啊，干脆给他打废啊，给他打回乌干达。原本在乌干达连饭都吃不起的货色，来我们中国挣到钱了，就开始瞧不起我们中国人。这种白眼狼啊，我觉得呢不可留啊。漂亮，一拳一腿，这连拳带腿的穿插进攻啊，让这个大老黑是防不胜防。我们看，这是第一次击倒啊，是重心失衡。萨利曼的拳很重啊，打得对方呢是栽栽愣愣。
萨利曼的拳的确是够重啊，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打伊朗特种兵的时候啊，他仅用了20多秒，不到30秒就 KO 了，打断了对方呢是8根肋骨啊，根根断裂。好，现在是第2回合了，看一下萨利曼的表现。要小心，这个大老黑在第2回合攻势很凶，打完就搂，还会进行一些袭击的动作啊，不给萨利曼呢发挥腿法的机会了。情况不对，立马开搂，不想给萨利曼啊踢他腿的机会。对方出腿次数也不少啊，但跟萨利曼比起来的话，这个腿法的力度明显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又快又狠。漂亮，漂亮，漂亮！这一脚是，哎呦，踹到了对方的第3条腿，踢得好。既不让他赚钱啊，也不让他祸害我们中国姑娘。当然不是故意的啊，因为在搏击擂台当中呢，踢裆啊，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扣分就扣分，无所谓啊。我相信萨利曼是有绝对的实力啊，可以 KO 掉对手的。所以说分数对于我们来讲无所谓。很明显啊，萨利曼的整体节奏呢要快对方很多，而且我每一次都能先手，节奏在对方之上。漂亮，前手打中，上步，连拳带腿，漂亮，很清晰的读秒，把对方打跪下了啊。看到打老黑的比赛啊，就忍不住想多说几句。对方明显被激怒了，又开始了自己恶心的搂抱战术。打法很脏啊。虽然说萨利曼的防守报价拿的并不是特别高，但小伙年轻啊，反应速度很快啊。漂亮，打得好。不过这一脚观众朋友们也看得很清楚啊，不是故意的。你不要老把你们的裤裆往我们腿上撞啊！不过刚刚这一脚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不过说句心里话，我希望他呀有点问题啊，让他呢中国挣钱中国花，直接把钱啊男科医院啊全部刷光。把对手控制到角落，萨利曼的攻势很凶，压迫感也很强。好，这边第2回合比赛结束，萨利曼的断骨腿法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第2回合双方的节奏都偏快啊，希望第3回合再快一点，我们直接啊 KO 掉对手，那是最好的了。现场的举牌美女很漂亮啊，很年轻。不过在绕场走的时候啊，注意一点啊，要离那个大老黑啊，离他远一点，很危险。是踢着裆，好像也是来到我们的第3回合，是2声。对，这一回合不知道有没有 KO 啊？是。一个扫地，有一个啊！这个扫地是真的是很准，而且很重啊！对，有可能就结束了啊！对，是。所以就像刚才说的，这一场回合如果 KO 他的腿啊，你看这个卢蒙亚啊，你看他的这个手这个腿的话，已经是把它提起来啊，要去防着对方的这个扫地腿。再来了一个了，很大了。好，我们的换架了啊！现在换架了。好，一个换架，一个跳踢啊，想做转身啊，距离太近，对，距离过近，对。你看他这时候你再做转身蹬的话，没太大的意义，是直接还是用这个低扫腿。又来一个！我们裁判叫停的比赛也是这个扫踢啊，也是。好，观众朋友们没有问题。我们的中国小伙萨利曼在比赛第3个回合啊，连续3次读秒，用自己的碎骨腿法彻底啊踢废了对方的双腿。让我们恭喜萨利曼啊！同时十分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那么下期视频再见。明天你的对手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张伟丽，你对此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吗？
实在是太可笑了。这种货色根本没有资格来和我打比赛，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娘们儿。只要她是一个中国人，明天我就会把她打进棺材里。好，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没有错，又是一场暴打小鬼子的精彩对局。那不过本场比赛并不是普通的小鬼子，而是一个猖獗至极的女鬼子。好，我们看这个佝偻着腰的，好像鬼子进村，一脸横肉，没有错啊，他就是猖獗至极的佐佐木仁子，39战39胜的日本拳坛王者。我们看，这个家伙好像有多动症。赛前对方的佐佐木仁子表示说我不认识张伟丽，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这种二流货色不配当我的对手还说什么我不管张伟丽是谁，反正他是一个中国人我就肯定会打废他。好，这个小日本怎么这么猖獗？这场比赛他猖獗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主场是日本的主场所以说他呢是有着很大的优势，裁判、观众以及打分人员都是日本人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张伟丽来讲呢非常的不公平。好，没有错，比赛开始，来看一下蓝方选手张伟丽，蓝色拳套，红色拳套就是日本选手佐佐木仁子。张伟丽凭借连续的腿技来把控双方的一个距离。张伟丽原本是练习散打出身，所以说他的腿法呢是非常的厉害。重いですね。重たい。乗り込んできてますからね。ここがアウェーですから、もう倒すし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してクラッシュがどういうリングなのかというのももうすでに理解しているというジャン・ウェイリー選手ですね。まずその横蹴りからこれからこの後。连续侧踹，那这个招式的话是典型散打当中的一个招式。双方在第一回合换拳的话，是明显是张伟丽占优势不仅我们打得更准。好，我们看，什么情况？一拳打翻，在最后的时刻，张伟是抓准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看对方的日本选手，他的恢复能力很快我现在甚至怀疑他已经是打了兴奋剂。这个不太好说。两人的作战风格是很不同的对方是纯泰拳我们这边的话是散打加自由搏击。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确实有点蹊跷，对方的日本选手呢，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抗揍？他的年纪这个比张伟丽大很多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抗击打能力超乎我们的想象。好，第二回合，张伟丽还是以腿法去开路。その MMA の経験も4戦2勝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芯も強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結構中国のサンダーベース。张伟丽这边的话是连拳带腿，整个打法上的话连贯性是非常的不错。我们看，这个日本选手的鼻血，我们看对方的鼻子流出了狗血，他被张伟丽打的这个打断了鼻梁。そうですね。サンダはリング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リングって逃げられないですよね。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足が止まってくると、捕まえられますよね。徐々に足が止まってきたと思いますね。そうですね。佐々木が前へというところ、右をかわして右、さらに膝というのが佐々木です。関根さん、佐々木の時間がやってきたようですね。ウェイリー選手ね。全力で振るから、ちょっとスタミナが。虽然说对方的日本选手呢是被打出了狗血，但是这个家伙反而是越战越勇。但是我们看张伟丽的体能下滑呢是非常的明显。这和他以往的这个比赛状态和竞技状态是不同的。可能是客场作战，那在心态上是受到了影响。好，我们看还有最后半分钟的一个时间。好，各位新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二回合已经结束。我看对方的日本选手还是顶着鼻血，
第二回合张伟丽在前半段是打得非常不错，但是后半段啊体能上是出现了断档。据说张伟丽在参加本场比赛之前，他是发生了一场高烧，而且呢，为了减重啊，他是48个小时没有睡觉啊，所以说现在的话，他可能是有点低血糖。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回的表现，好，连续侧踹，通过这样的一个战术和对方把持距离。可以说张伟丽在这个整个中国的影响力可以说 No.1 啊，放眼亚洲那也绝对是排得上号的啊。但是对手说，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现在看对方的整个打法以及战术体系呢，完全啊就是针对我们去做的啊。好好看，张伟丽要注意防守就可以了。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前2回合我们是有优势。只要不被 KO 啊，这个比赛拿下来还是没有问题的。好，张伟丽还是有反击的能力，但是呢，他的拳速啊是慢了下来。这个时候就不要拼拳了啊！最后的30秒，张伟丽是一个看到日本选手绝对不可能防守的这么一个性格。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是结束，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2名女子选手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甚至来说比男选手打得还要凶狠。这场比赛举办地点呢在日本，所以说张伟丽可以说是很难受啊。主场，对方的主场，我们的客场，所以说打起来是比较困难。而且我们赛前啊，我们刚才也说到啊，是48个小时因为减肥没有睡觉啊。这场比赛我们看李景亮也是陪着张伟丽来到了现场。长时间的不休息啊，导致呢张伟丽是有点这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看一下最终的裁判打分。好，这场比赛非常的可惜，可能说张伟丽的状态并不是很好，但是虽败犹荣。那这场比赛实际上啊，那判给谁赢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比较属于分级判定了。只能说张伟丽今天的状态并不是很好，而且是客场作战啊。如果状态满的话，很好的话，肯定能击败对手啊，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两个人啊，这个打平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裁判却判给了对手。没有办法，这是日本的主场啊，我们只能是接受这个结果了啊。好，那么这场比赛到这里的话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巴西拳王不讲武德，竟然使用明令禁止的足球踢猛踢中国小伙的后脑，被惹怒的中国小伙拳拳爆头，直接将对手打飞出擂台，大快人心。有请蓝方，来自巴西的 Bruno Miranda。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巴对局，中国大战巴西。好，我们看一下首先出场的选手，这还跳了小舞，看他满脸春风，满脸得意，没有错，他就是来自于巴西的拳王米兰达。好，这个家伙把出场当成了走秀。你看他这个步伐像老太太一样啊，一迈一小步。好，这个米兰达的话来自于巴西啊，他的足球技术也非常的厉害啊。据说呢，他当年啊是想做一个足球运动员，但是没办法，巴西的这个足球竞争啊太大了，所以说选择了打拳击。但是这个家伙一直没有放弃当这个足球运动员的梦想。那这一次来中国更是狂言，要把中国选手的脑袋当球踢来训练他的足球技术。哈哈，太狂了，观众朋友们。好，这个米兰达的话是33岁啊，一位拳坛老将了，上下战绩36胜18负2平。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中方的参赛选手，他的名字叫做赵帅。
赵帅这个小伙子非常的年轻啊，也是我们中国散打界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才19岁。观众朋友们，才19岁，的确是非常的年轻。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小将，但是在对手看来啊，赵帅是一个毛还没长齐的小孩啊。对方呢不止狂，还狗眼看人低。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巴对局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看赵帅的气势上完全不输对手，但是这个年龄上啊，的确是小一些，作战经验上来讲也是少一些。当然我觉得没关系啊，我们的这个毕竟年轻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直接把对方啊拍在沙滩上就行了。好，废话少说，比赛开始。黑色拳套，红色战袍，中锋选手赵帅，19岁，一位散打小将。上战绩目前的话是2战全胜啊。对方的话是米兰达，浑身上下纹龙画凤。这后背纹了是啥？仔细一看，这是土豆炖鲤鱼吗？还是什么东西？但是仔细一看的话，更像是茄子炖豆角啊。好，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对局。以泰拳为主，所以在一开场的时候呢，他的低扫明显的有泰式风格，已经连续3次打击在了红脚的支撑点上。对，这是他可能主要的进攻的套路。但是赵帅自己赵帅发力非常棒，刚才有2个前手的刺拳击中了对手，而且后手拳应该也是打到了对方的防守线里边。好，我们看赵帅这个小伙子的确是年轻啊，打法呢是非常有冲劲儿啊，非常的猛。他不在乎对方是什么战绩啊，什么拳王，你看乱拳打死老师傅，说的就是这个场景，好漂亮！接腿后的重击，哎呦，这个接腿太漂亮了，对方也是有些招架不住。而且仔细看赵帅的拳法呢，还有一些这个俄式大轮摆，有点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的风格了。若有击中，若有击中。米兰达拳。从他们2位的体型来看呢，他们上下力度强了。刚才的这组混乱的拼拳也能够看得出来，不只是2个人打中对方之后都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米兰达的力量挺强的，因为他才矮了4码，他的身体维度比较的要粗一些。对。所以赵帅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可以用个正蹬腿啊，或者侧泰腿啊，控制他距离，打中远距离？其实到目前来看，比赛这是一个泰式的。好，第一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那目前来看，赵帅在分数上应该是要比对方高很多了啊，有效打击数更高。刚才赵帅还摇头挑衅对手，看一下能不能激怒对方的米兰达。看起来应该是起效果了。技战术大熟悉的风格其实很重要。对，赵帅实际上可以多用前去打中远距离，可能对他更有利。即便是这个巴西的这种踢法，转身腾空后扫踢，这个在比赛里面非常少见。这就是对优秀运动员的体现体现出来了，就是我吃了亏没关系，我马上还你一个，而且一般是用相同的技术来还你一次。刚刚有个气势，第一回合结束。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2个人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好，我们注意看，红色战袍赵帅啊，一个19岁的散打小将。那么这个黑色裤衩便是巴西拳王米兰达。据说他这个足球踢得不错，赛前更是扬言说要把我们中国选手脑袋当球踢啊！这个是明显犯规的动作。刚刚对方有一个足球踢，但是裁判并没有扣分。然后这个家伙真是手段歹毒，这是明令禁止啊，而且是一个违规的动作。是，而且臂展的是，他不光已经是把肩缩过去了，连躯干都往前倾。对，所以也很有危险。他要弥补自己的这个身高臂展的劣势的话呢，这种打法也可以。做好防守。第2回合开局1分钟，对，开局1分钟之后，好像赵帅挨的有效的打击多了一点，比第1回合有所提升。对，还是没有距离给。是因为他的意图是似乎是我
支撑腿挨一个低扫踢之后，我冲进去换一个拳，对，冲进去打拳。哦，转身摆踢，扫到了，没有杀伤，扫到了。我们看这一回合，赵帅表现的是非常的冷静啊，打法上也是哦，找机会还是得打。不好意思啊，我看起来是挺冷静，但实际上呢，赵帅这个丝毫不想冷静啊，但是要小心自己的前支撑腿，被这个米兰达呢是连续踢中好多次了。啊，你看这个扫踢呢是一个积累性的伤害啊，越踢呢这个伤害是越高的。刚开始没事，那后边可能就受不了了。看一下赵帅怎么处理。他的合拳还有上下线的活动，中队选手到目前为止，他打的水准还是非常高的。你看，很顺，而且距离也打得对，能打进去。所以我觉得赵帅还是应该可以用一下正蹬或者侧太腿，这个距离不是也可以支持。其实当佩雷要是2次防扫摔倒了，对，那么有1次转身后蹬非常漂亮，转身后蹬。然后这个双方同时的变身，很戏剧性，对，很戏剧性，像默契。好，这个好，在绳圈上面的合拳进攻。好，这个是杨超的动作。好，观众朋友们，对方把这个踢足球的招式啊都拿出来了，倒挂金钩啊，舍身踢，有点意思啊。对方真是把这个比赛当踢足球了。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好，我们注意看对方这个足球踢哦，你可以看到，真是下狠手啊！我觉得这种人完全可以给他禁赛啊，以后不要让这种人来中国参赛，的确是太坏了。好，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重要的一局，对，独拔，肯定独拔了，而且他抓紧时间打下一轮，没错，独拔非常重要。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啊，大家在这是一个非常的明显，这也是这个搏击的魅力。看，这就是很难说，接着打，对，这个时候一点对。好，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解不解气？对方扬言说把我们中国选手脑袋当球踢，结果自己啊脑袋反被当成沙袋一样暴打。我们看对方都打飞出擂台了，这算是进球了吗？观众朋友们，算是进网里了是吧？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赵帅进球了啊！好，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200斤少林金刚罗汉终于出山，杀入危险重重的菲律宾擂台，挑战浑身肌肉的菲律宾拳王。大开大合的少林拳法，再配合上少林铁头功，连轰上百拳，对手根本招架不住，让全场老外彻底傻眼。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眼前这个浑身肥膘的光头壮汉，没错，来自于我们嵩山少林寺的金刚罗汉唐大瑞，法号智空。好，再注意看这个浑身，哇，这个肌肉真的是有点不太真实。好，这个肌肉壮汉便是菲律宾的本土拳王马克帕洛马。这场比赛举办在号称是世界拳击坟墓的菲律宾举办。在菲律宾的话，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危险的搏击擂台了，因为这里常常打死人，而且经常举办这种无差别的比赛。无差别呢，指的是体重无差别啊，哪怕你是80斤，也可以和300斤一起打。好，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蓝方选手红色短裤唐大瑞啊，少林金刚罗汉，少林武僧。而红方选手便是菲律宾本土拳王了，马克帕洛马。两个人啊，一个是浑身肥膘，而另一个是浑身都是肌肉块头啊。我们看唐大瑞一上来打得很凶。Inabot ni pala ng mukha yung dalawang malalaking mama. 大开大合的少林金刚拳，感觉把对方已经有些轮懵了。哦，注意看这个马克，这个脑袋后边留了根小辫啊。难道这是晚清余孽吗？生活在菲律宾的贝勒爷啊，这是啊。
哦，唐大瑞吃了好几拳，但是他扛住了。少林铁头功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哦，我们看唐大瑞完全不防守，大开大合，左右开抡，一个字儿，大就是干。 Medyo nakikita natin yung gigil ni Palomar dito. Parang ayaw niya nasasaktan sana. Oo. Nagigil yung bawi niya. Medyo nailang na si Tang. Dahil na malamang naramdaman niya yung punches. Another one, a jab. Pumasok. With a bit like that. 作为少林弟子，可以说抗击打能力啊，观众朋友们，那是基本功。但是貌似唐大瑞他浑身的肥膘啊，能让他的抗击打能力更上一层楼啊。 Short, but again, yeah. Kahapon sa weigh-ins, talagang para akong nag-offer ng ulap during the weigh-ins. 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千万别眨眼，重磅级的比赛啊，随时都有可能产生 KO。 parang nagigigil na. Tinataan ni Palomar sa boxing kung laban to. Jab, pumasok yun. 哦，小心，唐大瑞吃到了一个后手拳。 不过这个下巴，哎呦，这是钢铁下巴吗？菲律宾拳王马克尝试从各个角度打肚子、打脖子啊、打下巴、打脑门啊，都打不动，并不是对方的力气不够大，而是唐大瑞的抗击打能力太恐怖了。你看，就是打不动。 Alam mo, most of the Chinese fighters I know and who competed sa URCC, matitibay ang mukha. 这个马克频频使用激将法，不断去刺激唐大瑞。但是少林金刚罗汉毕竟是和尚啊，心态上来说呢，应该是很稳。毕竟要做和尚，想出家的话，最基本的要做到四大皆空。所以说，想激怒我们没那么轻松。好，这边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双方的比赛的确非常精彩啊。唐大瑞虽然说分数不占优势，但气势这一块已经打出来了。今天我们来这块呢，也并不是来打分数的，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啊，就是要 KO 对手。好，这边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我们看少林寺的金刚罗汉，哇，一上来便开冲。 不过要小心呐，完全不做防守，这是很危险的。最好的话就是防守再加抗击打能力很强，二者结合一下，我觉得可以做到天下无敌啊。唐大瑞的打法风格和他的这个外形，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一模一样啊，非常的粗犷啊，非常的这个狂野。 有一种这个鲁智深的感觉。哦，马克受不了了，想过来摔。比赛规则呢是综合格斗规则，可以打站立，可以打摔跤。哦，出血了，这个血是谁的呢？哦，沾到了我们的脑门上啊，应该是对方的这个脸上流的血。 没错，是菲律宾拳王马克的右眼角。好，继续大开大合。哦，唐大瑞小心，有些晃了，有点晃。哦，反手一拳，对方晃了。Oh my goodness! What happened? 唐大瑞武松打虎。哦，对方已经没有能力反抗了，比赛结束。哇，非常精彩！客场作战，少林武僧拿下了胜利。这是唐大瑞第一次打比赛，而且还是第一次出国打比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虽说是习武中人，实力很强，但毕竟是比赛呀，比赛是有规则的，对我们的功夫啊，对我们的实力有着非常大的限制。 在上场之前，唐大瑞只提了一个要求：如果打赢了之后啊，必须把5星红旗给他披上来。虽说是少林弟子、少林出家中人，但他毕竟还是一个中国人。好，恭喜唐大瑞，咱们下期视频见。And any, Tito JC, any final words bago tayo magtapos ngayon tonight? Yes, so, thank you. Sa mga sumama sa amin to start to finish sa live stream na, sa live stream na URCC on our page.